前幾天啊 Overwatch 也就是守望先锋出了一個大新聞，他們突然宣布將會去掉守望先鋒2標題中的2字，然後把遊戲重新命名回守望先鋒。我當時心裡面還在想啊，你這可笑的暴雪，當初那麼多承諾都被砍了，現在終於是承認2代的失敗了嗎？可是萬萬沒想到啊，這次更新竟然將會新增5個全新的英雄。我靠，守望的產能什麼時候這麼高了？不对勁啊！然後當我看到這5個英雄的造型的时候啊，我直接震驚了。為什麼？我真的是感嘆漫威真風給的壓力實在是太大了。他現在的英雄啊是這個造型的，我靠，竟然還有會飛的可愛小貓，這不禁讓我產生了一種守望先鋒好起來了的感覺，甚至我都有些害怕，我之前噴他的時候是不是噴得太狠了？可是還沒高興幾天啊，傳統遊戲媒體真的是聞着味兒他就又來了。先是說這個新的中國角色安然的臉部造型過於幼態，然後又說他和朱諾是一個建模，最後安然的英文配音演员竟然也直接在社交媒体上下场呼籲更改安然的造型。然而这還不是全部啊，最誇張的是他遊戲的 director 很快也做出了回應，說是聽到了粉絲的 feedback， 並且確認將會在第1賽季修改安然的外貌。聽到這個消息我真的是一頭霧水啊，難不成暴雪才剛剛贏回的那麼一點點的好感和口碑，這就要全部砸掉重練了嗎？今天的這一期 Light 快剪節目啊，我帶你好好分析分析這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到我是老九。先說結論啊，安然的臉部造型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和朱諾以及霧子的臉型設計非常相似，這一點本身並不是玩家的無理取鬧，但是問題在於我們玩家真正希望看到的修改並不是那位英文配音演員，也不是某些 DEI 話術中所謂的勇敢的去改變審美標準的那種修改。他要改當然可以改，但前提只有一個，那就是改完之後依然必須符合這款遊戲目標客戶群，也就是普通玩家，尤其是普通男性玩家的審美。說得更直白一點，它可以變，但它必須依然足夠好看。而且這個所謂的一模一樣的建模問題啊，根本就是這些搞政治正確的人在雞蛋裡面挑出來的骨頭。先說我之前提到的這篇 The Gamer 說守望先鋒女角色過於幼態的這篇文章啊，他們又是 The Gamer。這整篇文章看下來，他不僅把安然給罵了，連朱諾和霧子也一起罵了，說什麼他們3個在設計上沒有太大差異，都是嬌小可愛的東亞女性。不是，嬌小可愛的東亞女性也確實是東亞這邊的主流審美吧？一看文章作者 Jade King， 不出意外是一位男大姐，我這就不禁懷疑了，是不是因為你太壯碩了，所以你才對嬌小可愛的亞洲女性有某種偏見呢？這種把個人審美偏好強加於不同文化背景的做法，本身不就是一種文化傲慢嗎？文章標題中的 babyfying， 也就是這個幼態化，明顯就是看到最近愛潑斯坦案火了，然後故意生造出來的詞。你這是想讓不知情的大眾以為暴雪搞了什麼迎合遊戲玩家的變態審美嗎？把正常的角色設計和犯罪的行為強行聯繫在一起，這種春秋筆法實在是高明的讓人作嘔。一個遊戲角色設計的可愛一點、嬌小一點，就能被上綱上線到這種程度嗎？然後另外一位 DEI 媒体的大將考塔庫也跑出來了，說安然的 3D 建模跟動畫中的造型完全不一樣，說他的鼻子被刻意變小了，五官也沒有之前預告片裡的銳利了。文章還說預告片中安然的面部特徵顯得更加直白和突出，暗示着一個極具特色的新女性角色。他的言下之意再明顯不過了，那就是現在遊戲的建模把這些特徵給軟化了，就是對女性的矮化。按照這個邏輯，新時代的女性角色就一定要設計成大鼻頭、稜角分明、威武雄壯的女強人形象，才算是真正展現了女性魅力，才算是打破了刻板印象嗎？這難道不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刻板印象嗎？到底是誰規定了女性魅力一定要通過雄性化來體現的呢？後來啊，這個角色的英文配音演員就跳出來了，大談所謂的遊戲裡的英雄不應該擁有刻板的造型，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英雄。說之前的守望先鋒一直在挑戰主流審美，這一次也應該如此，不拉不拉。一套政治正確的話術說的滴水不漏。看到這裡啊，我他媽真的是笑了。讓我們來看看最基本的事實啊，守望先鋒這個遊戲90%的玩家都是男性，而守望先鋒剛推出的時候之所以能夠火遍全球，和遊戲中設計的角色符合一般男性玩家的審美有着極大的關係，要不然當年也不會出現那麼多守望屁股的梗了呀，对不对？這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秘密。
這就是市場的規律，是最基本的商業邏輯。而現在玩家想要的東西其實也非常的簡单直白，那就是希望游戏里好看的角色建模能夠更多样化一點，而不是总看到暴雪偷懒給不同的角色套用同样的身材模板和面部建模。玩家的真實想法就是他们需要更多样化的美女角色，而御姐型、少女型、冷艳型、活泼型、東亞审美、歐美審美、性感的、可愛的等等等等。這次安然造型同質化的討論本質上就是希望能有更多類型的少女型東亞角色，玩家想要看到的是更多種類的美，而不是 DEI。這兩者有本質的區別，懂嗎？守望先鋒去掉2這個數字，回歸原名的舉動之所以能夠重新吸引玩家社區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其核心原因是什麼？就是因為新出的女角色足夠好看，足夠漂亮，玩家們看到了暴雪終於願意回歸初心，願意設計那些真正吸引人的角色了。就拿那個新出的印度坦克角色來說，說白了不就是漫威争锋裡面的白皇後的翻版嗎？但是玩家買賬啊，因為角色設計的夠漂亮、夠性感、夠有吸引力，這有什麼問題嗎？這不正是證明了市場和玩家的真實需求嗎？結果呢，這幫整天把推動政治議題掛在嘴邊的遊戲媒體和業內人士全部都跳了出來，開始玩起了概念偷換的把戲。他們硬生生的把玩家想要看到更多不同類型的漂亮角色这個訴求扭曲成了所謂的玩家要求在遊戲中加入 DEI 元素，玩家要求顛覆傳統審美等等等等，這簡直驢唇不對馬嘴，完全就是自說自話，自我陶醉。更可笑的是，安然這個角色是一個中國的角色，對吧？那我就想問了，在決定要不要改這個中國角色的設計之前，暴雪或者是這些媒體有問過中國玩家的意見嗎？他們有去過中國的遊戲社區做過調研嗎？有看過中國玩家在微博、貼吧、NGA、B 站上的真實反饋嗎？答案就是沒有。那麼這些傳統遊戲媒體和配音演員憑什麼代表中國玩家去發聲呢？憑什麼替中國玩家決定什麼樣的中國角色才是最正確、最進步、最不刻板的呢？從我的觀察來看啊，中國玩家對安然這個角色的初始設計普遍是滿意甚至喜歡的。大家覺得這個角色既有中國特色，又符合現代審美，真正的現代審美，設計的很精緻，很有魅力。結果這些西方的正義使者跳出來告訴你們啊，不行，這個角色太幼態化了，不符合新女性的標準，需要改造。這不妥妥荒謬嗎？啊！最後啊，也就是守望先鋒改名上線之前的最後幾個小時啊，暴雪守望先鋒的 director 也跑了出來，說是聽到了玩家的聲音，和团隊成員經過討論後，決定在第1賽季確認修改安然的臉部造型。看到這裡啊，我的媽，那些激進人士直接就高潮了，立馬到處宣稱自己的勝利。B 站上這個新聞一出啊，也是炸了。之前很多吐槽臉部模型和朱諾物子相似的玩家一下子就傻了，這才發現自己被當槍使了。不過我覺得大家稍安勿躁。首先，這個 director 的回應裡面並沒有提到他們修改安然臉部造型的修改方向，並沒有說他們會向着所謂的 DEI 方向修改。而且就新出的這幾個角色的反饋來看啊，我不太相信他會蠢到真的把這個角色改醜。他這種模糊的回應反而很聰明。不過話說回來，3A 遊戲大廠的魔幻操作也不少，他要是真的搞了個大鼻子強壯版安然出來，我也不會覺得奇怪。之前我還覺得這些被慘淡銷量教育過的遊戲工作室高層知道了真正的玩家想要的是什麼。現在看来啊，反政治正確的道路根本就是任重而道遠。這些激進人士進入遊戲行業做出來的東西雖然沒人買單，但是其實為了可以推進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們甚至可以不賺錢，也不在乎工資是多少。像前2天索尼地平線新遊戲的那個女殘疾人角色的造型就是最好的例證。所謂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我是真不知道這種鬧劇還要發生多少次。今天先說這麼多吧，我們下期見 ，peace。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覺得我是幫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